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在苹果狂飙下，美股指数再次被带动上涨，临近第一个反弹目标位。AMD 财报后大跌，好在提前给到了逃顶信号。上期视频阿哲讲过，短线看涨，但周二收盘它不能跌破 175.17， 而实际 AMD 周二收盘 174.31， 出现了红灯离场信号，应该卖出。特斯拉在三角形整理了很久，这次的阳线启动信号能够选择方向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2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市场的指数环境。大家会看到，从之前讲过关头阴线和负线的一个下跌信号之后，最近的市场是不是都不太好做了？有些个股带动上涨，但很多个股都出现调整，像 AMD、SMCI 等等都有风险的释放。所以当市场走势不太平稳的时候，很多的交易都要相对的小心。短线可以做多，但波段呢，可能还是以减仓为主。所以在明白市场的环境之后，你在做个股交易，很多时候就会明白很多，清楚很多。而在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阿哲就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和 Unity。上期视频呢，本来是要去讲解这一只股票的，但可惜阿哲最后录着就忘记了。不过好在呢，我们也在标题上讲到了它会有启动的信号。而在昨天财报后，虽然有所不及预期，但是盘中还是给到了向上波动10%的涨幅，还是挺不错的。在我们开始今天正式内容之前，阿哲还是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您会发现阿哲视频当中的目录环节会涉及比较多的个股，所以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长视频，亦或者您的时间有限，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下方这一个播放按钮旁边有一个三角，点开之后，阿哲呢是已经把今天所有的内容都一一整理成了时间轴，方便您去点击快速的跳转观看，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那么首先我们来到第一部分，阿哲要讲一下复阴线。复阴线呢是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的了，所以老同学您做个复习，而新同学一定要学会，因为如果你看懂了复阴线，这次的调整很多个股你都可以逃过。就比如说 AMD， 从前面的这个高点开始，它就是一根复阴线。而后像这一波反弹之后，到了这个高点出现的这根阴线，它也是复阴线。如果您学会了复阴线，那这一波下跌和这一波下跌都能够逃得过。那又比如说，我们看到 SMCI 的这一根 K 线和这一根 K 线，它也是复阴线。如果您看懂了，那么这一个下跌和这个下跌，其实也能够在短线上提醒你应该卖出，应该减仓了。那么何谓复阴线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图板。复阴线其实很简单，它在传统的 K 线蜡烛图当中有一个另外的称呼，叫做乌云盖顶。只是阿哲呢，可能比较简化，叫它复阴线，就是覆盖阳线的阴线的意思。那么这根复阴线，它的特征就是有那么2根 K 线，第一根为阳，第二根为阴，而阴线的最高价是比阳线的最高价是高的，说明盘中有冲高，有所诱多，但最后收盘价呢却是收低的，而它收低的幅度有一定要求，它最好能够比阳线的最低价格都低。也就是说，阴线的收盘价最好小于阳 K 的最低价，效果会更好，那么更容易达成卖出信号。那亦或者比较宽松的要求是，阴线的收盘它覆盖阳线的实体一半也是可以的，这种叫负半阴，那么它也代表一种卖出或者说有风险的信号。而一般遇到这种 K 线，我们认为上涨有利润的要开始卖了。如果您没有利润，那么也尽可能也要提前离场了。所以遇到之后要卖，亦或者减仓。但卖完之后，它也不是说会100%下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用复线来观察后续的看涨点。比如说，在复阴线之后的那一根 K 线，隔天我们称为 X， 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能被后续收盘突破，那么一般可以界定为它前面的阴线为砸盘，而不是出货，那么反而能构成一个买点。那有时候可能有更加极端的行情，可能 X 直接呢就是仿包阴线。那有时候可能会有更加极端的，比如说 XK 线直接就是仿包阳线啊，它可能就直接把阴线吃掉了啊，这种呢也可以作为短线的直接看涨点，但一般这种阳线去买的话呢，它容易有衰竭，而后容易买到回调，所以这个呢就看个人了。阿哲是比较喜欢在复线之后出现一根小 K 线突破去买的。那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
最近呢，它是不是在这一天以及这一天都是负阴线？那这一个负线之后，它的 X 是没有被突破的。而这一个负线之后呢，它没有 X， 它直接反包，所以当前的美股来讲，从负线的角度，这里直接作为看涨点。包括前期这里其实也有出现这个负线的后是不是也是一个卖点？卖完之后 XK 线的高点没有被有效突破，再出现负线，而再出现 X 突破之后看涨，所以负线呢看到先卖，而后或者减仓，我们等待 X 的突破再去看涨。那么目前的美股，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看涨点，属于直接的买点。但是看涨的空间多少呢？因为它前方有一个关头阴线的原因，所以目前的这个上涨是对于关头阴高点这个压力的一个冲击。那么当前就还是为反弹为主。那反弹的空间，我们继续做一个提醒。从波浪理论，从浪形的角度，我们之前给过几个关键的压力位。分别呢是 0.382 的空间以及 0.618 的空间所对应的价格呢，都在图表当中所显示。是不是本次的这种上涨，它是到了这个 21,289.8， 而后出现了关头阴线，出现了负阴线，而后产生了下跌。这波下跌呢，跌到了 0.382 之前所突破的压力转为支撑，而后产生了反弹。在这一个反弹过程当中，是重新站回到了 0.5 的空间，而目前呢是还在往上挺进。那么之前我们说过，除了看到关头阴高点为压力，还有一点就是 21,289.8 这一个地方它也为一个压力。那么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个目标就是 0.618 之前的这个压力，而第二个目标反弹目标就是关头阴线的高点，这两个点位将随时会产生反弹高点的压力。如果它能够非常强势的突破，那么则说明这个反弹转为反转，后续呢依旧看我们的一个五浪的再次推进，再次进行。而假如这一个位置，它真的如阿哲所料，真的是反弹在某一个关键的反弹目标上受阻了，再次回落，甚至打了这个低点，那么出现这种结构之后呢，更大概率告诉阿哲，这里呢更有可能是一个五浪高点，而后将会产生较为深幅的调整，这是要小心的。所以这波反弹的力度究竟是反弹还是能突破关头阴高点，我们拭目以待吧。目前只能够先看反弹。而我们要小心的就是目标位附近所出现的短线滞涨信号，而进行再一次的波段减仓。以上呢就是关于 K 线和浪形我们再次的跟踪，希望以上的内容能够继续为您提供帮助。而假如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那么阿哲希望您照常点上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您在我们视频底下还是可以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阿哲看见你们的评论也会非常开心。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我们第一次认识，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我讲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和收获，那么阿哲也非常希望您能够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功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您顺手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给打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您都会在发布之后第一时间收到通知，永远不会错过。那么在此呢，再次感谢老同学的支持和新同学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要开始讲到红绿灯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小节，叫日内撑压。这一部分内容是阿哲每期视频，甚至呢是每天盘前都会去计算所给到大家的一个点位。这个点位它也叫红绿灯，它呢是能够让我们去发现 AMD 在财报暴跌之前某些空方的信号，所以日内撑压是短线跟踪趋势，阿哲非常推荐去使用的一个指标。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图板，在这个图板当中，左侧就是阿哲平时给大家去发布的这一个盘前广播了。只要您是刚订阅的同学，那么未来1个月您都可以收到这条信息。稍后阿哲会告诉大家如何能够领取得到。那么在盘前广播当中，一般会讲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有关于盘前的解析，然后第二部分是关于短线和波段个股方面的跟踪，而第3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点位的测算了。一般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3者个股的一个跟踪。当然我们在本期视频当中呢，还会把很多本期的一个个股列表的所有个股的点位都告知给大家。那么这个点位应该怎么使用啊？我们很简单，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当天阿哲盘前给到这个点位就行了。如果收盘价收在低点之下，则说明它是一个空方比较强势的一天；而如果收盘价收在了高点压力之上，则说明今天的多头
不要强势。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空之间的博弈，通过一个点位的测算来去发现这是短线的趋势。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右侧的图表，在这个图表当中有很多的 K 线，它底下呢有红色有绿色，阿哲称其为红绿灯。当市场当中的 K 线底下出现了绿灯，就说明当天的收盘价是突破了阿哲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如果是红灯，则说明跌破了预测的低点支撑。那么红绿灯代表短线的多空的变动，那么在一波上涨当中呢，它就可以让你看到其中的短线趋势和趋势的延续。正常一波上涨如果是强势的，它应该以绿灯为主，而红灯是比较少的，甚至呢可能一出现就消失了。这种属于强势的上涨阶段。当你发现市场是一个绿灯时，你应该以做多为主；出现红灯时，可以相对呢把之前做多的筹码有所止盈或者说减仓。再次转为绿灯，则再次看涨；转为红灯，则减仓；转为绿灯，则持续的看涨。只要它不出现红灯，它是绿灯，是无灯状态，就是看涨；红灯在减仓，在止盈；绿灯在看涨，红灯则相对要小心。所以这个位置开始有红灯，而后到目前为止，这里是绿灯，可以有所看涨。这里又转为红灯呢，就相对来讲，你可能会频繁一些啊。这一天呢，开始再次的离场，而再转为绿灯，我们再次的进场。当然，整体呢，我们还要去搭配一些其他的策略会更好。它有时候会显示的比较频繁，那个时候一般是在震荡趋势当中，而且波动较大时。所以红绿灯呢，它也不是万能指标，它更多的是想要帮助我们找到趋势的延续性和趋势转向的那一刻。我们更多的想要去找到的是这种延续行情去做多。而像现在出现这种杂乱无章的每天红绿灯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更多希望它走出一个趋势，而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趋势。不过因为昨天是绿灯的原因，所以当下呢也还是能够看涨的。因为绿灯之后多方看强，除非立刻又转为红灯。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点位。今天的预测低点是21,053.46，如果今天的收盘价收在这个点位之下，则说明出现红灯，那么这个绿灯之后呢，又将转为下跌。而反之，只要在这之上去收盘，那么都属于无灯或者说绿灯状态，那么都属于多方没有问题，短线依旧看涨。同时，你也可以结合之前所给到的那些压力位，比如说关头阴线的高点以及0.618的空间价位，如果在这些价位上出现了红灯转向 K 线，那一般呢也是要小心的。重要压力附近所出现的红灯会比平时要更加的小心，重要支撑所出现的绿灯要比平时更加的关注它的买入信号。那以上呢是对于红绿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和今天点位给大家去进行提醒。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去更新这个点位，因为每天这个点位呢都有所不同，包括个股也是一样的。那如果您刚才是已经订阅了阿哲，那么成为阿哲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那么阿哲教一下大家如何能够去每天盘前看到这一条盘前广播。其实很简单，您只要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您会发现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去发布的。那么在评论当中有一条链接，它是 Jacky 老师的一个链接，您点击之后可以找到 Jacky 老师。Jacky 老师呢是阿哲团队的一位老师，他专门负责于我们的专业的教学。您有任何的疑问、技术分析的难题，也都可以询问他，他也会为大家去解答、去分析。同时，阿哲所准备的给大家的礼物也会由 Jacky 老师为大家进行发放。所以在点击评论区的链接之后，您可以跟 Jacky 老师好好的沟通交流，他呢也会告诉大家如何能领取每天盘前的广播。而这个盘前广播，一般阿哲呢是放在一个专属于粉丝订阅观众的 Telegram 群组当中的。一般你会在里面看到两重的福利，第一个就是刚才所说的盘前解析、点位预测，而第二个就会有在其中更加进阶的技术分析知识，以及更加专业的内部直播课程分享。它不只有一些文字的行情广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视频，还有一些直播的内容，为大家去进行提供更好的学习。阿哲希望您成为粉丝订阅观众的那一刻开始，你订阅阿哲频道开始，您就开始在技术分析的这条路上能够学到更多，能够开始有所进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最近2周我们在群组当中所学习的内容和课表，每周都不同，每月都有变化。所以每月呢，您只要在我们的群组当中，都会有更多新的内容的学习。而我们在本月有举行了一个高手集训营，叫小白的成长之路高手的进阶之途。当然这其中的课程有很多可能已经进行过了，但是其实没有关系，您只要真的热爱学习，您跟 Jacky 老师说一声，让他把之前直播的回放发送给您，您也可以照常学习。
而在明天我们会举行的课程是高手进阶龙头股蛟龙出海，那么这些课程已经临近尾声，所以大家找到 Jacky 老师之后，您可以先观看之前的回放，而后再去看待最后的2节课，可能会更加适合您的学习进展。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对于我们的指数的一个3个维度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阿哲要讲到个股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特斯拉呢昨天又有明显的一个上涨，在之前我们上期视频说过，它这一个上涨是不太强劲的，对于市场来讲相对有点走弱，而第2天的市场出现大跌，它反而走出10日新，所以那么从这一天开始，反而短线上有些强于市场。但是它都是10日新，所以不明确。而后在这一天又出现一根实体长阳，那么这里开始则我们可以认为它要看涨，因为上涨后2根10日新再次选择上涨，说明它这个方向依旧是向上的。而从一个三角形整理的角度，它已经走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整理了，那目前呢已经很临近这一个尾端，也就是说随时会选择方向。这个位置如果它的方向更加偏向下的话，那么特斯拉的这一波阳线已经把上方的空间给透支了，那么也就是说后续呢它的空间是不多的。也就是说在这根大阳线之后，你说阿哲我短线再去追可以吗？可以，但是你要知道空间是有限的，如果在这里再次的遇阻，再次回落，反而去跌破，风险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更加希望看到的是本次的特斯拉不要那么快遇阻，甚至不要遇阻，能够快速的突破这个三角形，而后快速站上170天均线，那么这个方向则更加大概率能够向上选择。因为这个结构比较大，所以一旦选择了这个方向是有效的，那么它的一个阶段将是波段性的看涨。而我们之前说过，这里是有可能成为特斯拉的一个3浪启动点的，目前依旧保持这个观点，除非后续这一个三角形是向下破那么就没有办法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不过在讲解之前，阿哲需要简单介绍一下阿哲在分析个股时所会用到的一些个股分析的体系和所用到的指标。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图板，一般阿哲呢更希望从比较多的纬度去分析，比如说阿哲一般会看到 K 线，看到趋势，看到资金。当3个纬度去共振分析时，它的效果往往会比我们想象中的单一纬度要更好。那么 K 线上一般阿哲会用到的就是红绿灯了，那么红绿灯的点位也会在稍后给到大家。红绿灯就是红灯属于短线看空，而绿灯属于短线看涨，这是短线趋势。而图表当中还有一个飘带，这个飘带是有2种颜色，一个是紫，一个是环。紫飘带说明波段上涨，它比红绿灯的级别趋势级别要更高一个层次。那么黄飘带说明波段下跌。那么同样再上一个层次，我们除了波段和短线之外，还可以看一下170天。170天 MA 呢属于中长线趋势，如果这根线向下，股价在它之下，那么中长线是比较偏空的。而如果股价在它之上，整个线走平或向上，说明中长线上涨。而在图表当中也有一些白色 K 线、蓝色 K 线和黄色 K 线，它们也分别代表一些超跌和超买的信号，更多会用到震荡以及加速行情当中的逃顶和抄底。这是阿哲在主图时平时会所看到的。那么底下就是一些资金了，这个资金呢很多时候可能代表一些中期波段的资金，比如说像这里产生了一个绿柱，或者说它进入到了一个低洼区，有黄色块出现时，一般说明市场的下跌足够引发反弹，就很容易呢产生至少一波反弹。不管是这一波反弹还是前期这个低点所出现上涨都是如此。共振又有白 K 是吧，又有长阳，又有底下的资金出现那么这属于资金有流进的抄底行为。而像最近的这长时间的上涨，那么它这里开始有白块，但资金呢没有明显的流出，而最近这里呢开始有红色的资金流出，而我们再结合某些比如说负阴线的 K 线逃顶信号，那么就开始又有卖出的行为。那么以上的这一套内容就是阿哲平时所用在个股解析当中的一个方式和方向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用这种方案去分析一下目前的特斯拉。从当前的特斯拉走势来看呢，你会发现前期的这一波下跌，跌到这一个10日新的位置出现了绿灯 K 线。我们说绿灯之后呢看涨，只是因为当时这一天是10日新，所以尽可能不要买在相对弱势的 K 线好，绿灯后保持绿灯，那么没有红灯，那么目前依旧保持上涨。而在飘带上，你会发现这个飘带呢，之前是空方带，最近转回了紫色多方带，但是它的飘带是一直在走横的，所以它的中期波段以及它的上方170都有点走平，整体就是一个震荡。
结合我们刚才所讲的结构是收敛的，所以当下呢，它在趋势上也是处于一种积蓄能量的状态，我们就需要等待它的一个明确方向出现，一出现就是一个波段的启动点。那么当下从短线来看，而如果是保持震荡行情，那么短线上呢就容易涨不高也跌不深，所以跌下来找买点，涨上去不要乱追，要找卖点，也或者等待它的选择方向。那么上方除了170的压力可以关注之外，我们同样也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一个横轴，就是这个彩虹带的横线，它属于一个被突破的状态。那被突破之后转为黄色带，它这里如果不能站稳，那么这里又会形成一个高点。所以黄色带的一个空间是多少呢？是316.596啊，这一点大家可以作为短线的支撑。它如果今天重新跌回来就不太好了，不能跌下来，最好要站稳。而从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一下它的支撑和压力。低点的支撑是313.422，高点的压力是326.958啊。关注这两个价格，最好的上涨状态就是它不要去跌破这一个黄色带，而相对呢，红绿灯的角度就是它尽可能不要去收盘跌破313.422，那么就不会有红灯，那么这个调整就相对还算是正常的。而只要绿灯保持，我们就还是短线看多。以上是特斯拉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那么当下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发现它的飘带是紫色的，所以说明波段上涨，而底下它的170呢离得比较远，但是很明显也是向上的，所以它的170天线它也是多头，所以英伟达它是属于中期、长期波段啊，短期都是看涨的。最近的前面的红灯回踩飘带之后转为一个绿灯，是不是看涨？而现在为止都没有出现红灯，所以依旧短线上呢还是保持看涨，因为红灯没有出现嘛，所以按照短线来讲，红灯都没有，那么说明短线也还是走好的。那么目前离飘带比较近，则意味着这个位置在波段的角度来讲是不算是一个高位。近期的回调以来，其实都没有跌破过这个飘带啊，都是在飘带上有所回踩，所以英伟达的趋势还是比较明确、比较明显的。那么在空间上，我们之前其实讲过，这里是有一个压力位的，大概是178附近，而目前呢是在这附近在震荡徘徊，它也可以算是在收敛吧。上方有一个压力178，而下方呢又有支撑，目前在175附近，它总会压缩。那压缩之后呢，总要选一个方向去突破。而从目前来看，底下支撑更强，那么上方178就更容易是被突破的。目前已经连续的站上了，只是站上之后又下来啊，所以这里呢还不是说很明确的有效。我们看一下，最好是能够有绿灯的保持。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77.835，而高点的压力是181.485。关注这两个价格，跌破177.835，那么将会产生红灯啊。那个时候呢，就要看一下底下飘带啊是否能够支撑得住了。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 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图表。在前期回踩了一下168这个空间之后反弹，但是没有见到一个新高，而后又再次的下跌了。在这里走了两个副线啊，而后出现下跌。那么目前来说，这里就是副线的 X， 因为它有长下影线，是不是跟前面这里有一点点像啊？基本上就是上影线多了一点点而已。所以如果在长下影线之后啊，能够出现反包的 K 线，结合它是一个副线后的 X， 那么这里呢可以构成买点。但这个买点最好能够收阳，是站在166.19之上的，就它最好能够跌破支撑之后立马收回来啊，那个呢就会更好。那么这里呢，我们也还是能够说它短线看涨，而你呢，空间上就把前面的两个高点，你去画一下趋势线啊，简单画个线，这个位置就作为首次的反弹的空间。而如果这个位置它就能够作为一个低点波段的启动点，那么正常它应该不会遇到什么压力，能够去突破的。所以这是空间上所能够去告诉大家 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从短线来看，前期这里复线后是一个红灯，然后反弹一天出现绿灯，但绿灯之后第二天又是红灯啊，所以走了一个下跌反弹又下跌，目前还是红灯，没有转绿灯。那么这里呢就还是属于一个空方占优，而它下穿之后是没有跌穿这一个白色线的，白色线呢属于这个中轴线，正常的一个回调，如果是强势的话，它是不会去跌穿这个上轴。如果回调呢属于相对的正常的波动，那么它应该会到这个中轴的位置就有所止跌啊，就类似于前期这个地方到中轴的位置有所止跌，然后就要启动。那么目前的 AMD 呢已经到中轴，而且也确实有所支撑，有下影线，
所以这个地方调的比之前强。但如果能够反包啊，重新站上，最好是站上167.799吧啊，我们更加明确一点，最好能够站上这一个上轨跌破的上轨，站上之后的反包，那么更能够成为我们所要的看涨点。当然，这一个看涨呢，初期还是只能看短线的，因为它毕竟走的一个下跌比之前的要更加复杂，并且更加深幅，所以先短线看涨，就如果有反包，先短线看涨，而后再看能不能突破趋势线，然后再去看波段上涨。我们看一下短线的一个红绿灯，低点支撑是156.27，高点的压力是164.6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呢是关于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涉及的会更多一些，所以阿哲的解析呢可能会不如之前3只标的那么清晰，但是还是会给到我们红绿灯的一个关键点位和趋势的分析，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些许帮助。第一只标的我们看到Circle，目前所看到是Circle的日线图表。那么在这一波下跌当中，市场出现了连续的一个红灯，而绿灯呢，很多时候是反弹。比如说这个绿灯之后，第二天立马是红灯，所以呢又再次的延续的下跌。那么这一波走势之下呢，最近在昨天又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而这根绿灯的形态还不错，它是一个低开高走，是一个穿透啊，是一个刺透的经典形态，所以它这里我们可以作为看涨点。那么这个看涨点，它离关头阴线我们上期所讲到的点位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目前这里绿灯，我们依旧说只能够作为一个相对左侧啊比较小仓位的一个测试买点，而我们在突破了关头阴的高点之后，才能够相对比较好的去再度看涨。而它的上方已经是一个黄色带，说明它是一个空头趋势。空头趋势的上涨呢，我们可以先以反弹来看待，而后在飘带附近的空间，如果遇到滞涨，我们再去做短线的获利兑现。因为目前的波段是空，所以短线 K 线哪怕走多，我们更多看反弹短线先。而短线的话，随时注意走弱，而后要小心风险。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红绿灯的延续性，今天的预测低点是155.355，而高点的压力是168.79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PLTR 呢，最近在财报之后出现了一个上涨，而昨天呢又延续上涨。前期呢回踩了一下飘带，回踩飘带如果是红灯转绿灯，我们说构成买点。回踩飘带啊，红灯转绿灯，而后飘带是紫色的，波段看涨的时候有了一些我们回踩的一个买点，那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看涨点的。这个看涨点之后，因为财报原因，所以出现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效果啊，算是一个运气吧。股价上涨强势，而目前是绿灯在保持，那我们就依旧保持看涨。而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75.275，高点的压力是184.846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Coin 呢，在最近啊出现了这种连续单边的下跌啊，这个 K 线上呢是一根绿灯都没有出现的，而它的波段是不是产生了由紫色变成黄色？所以当前的一个行情走势呢是波段转空，短线呢是偏空，也就170呢还在维持。那么目前就是中长线的趋势还没什么问题，但是短线和波段啊趋势已经是向下行走了很久了。而当下的这种走势下呢，它如果出现买点啊，最多也就算是超跌反弹，而目前是还没有的。蓝色 K 线属于短线超跌，短线超跌后的买点是蓝 K 消失，而后蓝 K 高点被反包突破才构成买点。前面这里消失过一次，但是它是阴线啊，所以日线上不构成买点。目前呢还要等待蓝 K 消失，而后有反包的出现，我们再去看涨。看涨的空间为超跌反弹，而后上方黄带为压力，以及左边的这个缺口为压力。我们现在看一下绿灯会不会产生呢？低点的支撑为298.445，而高点的压力是309.90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APP 的话最近走的有点乱，因为它的红绿灯呢在频繁的闪烁，那么就说明它的一个多空之间博弈是比较明显、比较严重的。因为这样之前你会发现红绿灯其实没有那么经常会出现，它至少出现的时候还有一波顺势行情。那么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短线啊和波段其实包括中长线也还都是看涨的，因为它整体向上时绿灯是占主要的数量，而它的底下的飘带呢是紫色的，所以波段也看涨。170呢也是向上行走，所以整体来讲趋势是没有问题的。那趋势没有问题，主要就是找买点了。股价回踩，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那是不是可以作为看涨点？
但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颜色红绿灯的分析，但实际上 K 线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比如说这一根阴线是什么阴线？是负阴线。负阴线作为卖点，再加上红灯，杀伤力会更强。第二天呢，虽然是绿灯，但这个绿灯和这个阴线它构成的是一个晕线组合，是吧？它完完全全被包裹在里面了。所以这一个位置，哪怕有绿灯，它其实也不能构成一个买点。我们更希望的买点是能够相对强势的绿灯的阳线作为买点的。而像晕线的话，一般要等它跌破或突破，选择方向之后再去看。所以负线之后呢，先做减仓，然后 XK 线呢等待突破作为买点，否则呢这里还是属于负线后相对偏空的范围。我们看到盘后它是受到财报原因有所下跌，而我们看到它的跌幅5%、4%左右，而它下方的支撑先看到这一个飘带上沿是371.88啊，所以当前的一个盘后的价格差不多在上沿这附近。而它的中轨呢是在365.064啊，整体还有一定距离，所以整个飘带的走势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它的支撑呢是有效的。哪怕财报后的下跌，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容易能够跌破这个波段趋势的看涨点。那么整体呢，就还是以回调找买点为主。那么看到目前为止，负线的 X 应该是找不到买点了，那么就找一下下方下跌后红灯转绿灯的买点。那么今天的红灯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是我们还是给一下点位，低点支撑是384.465，高点的压力是399.55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AVGO 博通的话，它这里出现的这一个阳线和绿灯，就跟刚才所讲到的这一个 APP 有点不一样了。APP 是晕线，但这一根呢是仿包 K 线，而后是绿灯，而后红灯转绿，回踩飘带。所以这里的博通至少看涨方面肯定是比 APP 要形态上更好看、更漂亮一点。像前面也是如此啊，回踩飘带，而后出现红灯转绿灯，那么作为看涨点，这是一个类似刺透的形态啊，有点下跌之后往上去涨啊，刺透了一半。那么目前的趋势整体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它的红绿灯，低点支撑是296.787，而高点压力是307.693，关注这两个点。如果再出现红灯啊，那么这里呢就要小心，它是一个震荡了。目前来看，至少还是偏多的，因为它有2个绿灯加1个红灯。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呢，目前的趋势很明确啊，它就是170呢还算是有所支撑啊，或者说它还算是有所走平向上，所以中长线的趋势目前还倒是没有被改变，但它的波段啊，它已经转为了黄色飘带，所以它的中短期呢是偏空啊，已经很久偏空到现在了。那么从它的一个短线 K 线来看，当下还是红灯占主导的，一眼过去是不是以红灯为主？这一波反弹呢，倒是走了一些绿灯啊，但整体来讲呢，还是出现了这个绿灯转红灯啊，然后出现下跌。目前还是一个绿灯转红灯。我们之前说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一个早晨之星？但是出现之后呢，立马第二天就下跌破了，而后它是一个红灯，并且它没有去突破它的高点，所以这里呢形态就失败了。那么这里它还没有去往下再去升破，就还是看一个下跌的缓跌阶段啊，但是呢还没有启动阳线，没有绿灯 K 线。这里呢，它走出了一个晕线，而前面呢是一个防守阴线，那么我们可以构成一个买点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要突破，突破之后就会构成防守阴加我们的晕线的买点，但是也就看个反弹吧，因为上方的一个空间啊，它呢是比较临近的，所以这里啊要哪怕有买点啊，也就看个反弹。底下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低洼，但是还没有看到有这个资金的一个变化，所以整体还算比较平稳，继续的看啊，继续的关注。我们看下今天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688.2，高点压力是695.19，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啊，苹果昨天算是领头羊了，在前面出现了蓝 K， 我们说短线超跌之后啊，而在这一天又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上涨，当然这是一个消息面作为主导的影响，直接高开高走，而后绿灯消失，突破了蓝 K， 所以这里呢，我们作为看涨点是可以的，因为它出现了买点，蓝 K 消失，然后高点突破，那么这里作为买点是 OK 的。飘带上啊，短线是一个买点，但飘带上呢是一个由止转环，所以波段来说，它是一个反弹的概率会更大一些。而我们说过，在突破波段的时候，你要注意它能不能够后续通过上涨把黄转为止。那么如果可以，趋势呢再次的扭转；如果不可以的话呢，它这里将会容易在今天为一个变盘点，因为飘带突破的第二天啊，它容易呢出现一个变盘点，跌破的第二天啊，一般也容易出现变盘点。
我们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09.42，高点的压力是219.2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Meta 在高位啊出现了连续的 K 线的闪烁啊，基本上是一个震荡行情了。但这里呢不太建议大家盲目的去再买进了，因为这里是一个负线啊，冲高回落负线。那么这里呢它为 XK 线，这一根 K 线的高点能被突破，那么再往上去看。而当前是一个绿灯转为红灯啊，那么相对有所风险，加上负线。所以这个地方不出现 X 的买点之前呢，哪怕变盘看涨，我们这里呢也不要随便买进，最好是等一个买点，然后再继续的看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红灯之后能不能转绿灯，预测的低点的数值它是766.225，高点的压力是779.405，关注这两个点。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它也是从之前的紫转为了目前的黄，那么就说明从波段的上涨转为波段的下跌。而在下方呢，也是在震荡当中出现了不断的这种颜色的闪烁，但是它的方向性目前还是比较偏多的，因为它都是一个红灯转绿灯，红灯转绿灯啊，整体呢最后一根还是绿灯，那么就整体还是能够看涨。但你会发现啊，它一直在走一个收敛，在这个蓝 K 之后呢，它整体是一个什么 K 线？是一个晕线状态。那么晕线状态就类似于小级别的收敛三角。那么这种情况下，最好能够有相对明确的突破，那么再去加仓，那么效果会更好一点。因为蓝 K 消失，但还没有突破，所以这里还不够明确。而这一个位置，因为波段还处于黄带，所以它这里呢还只能够先看一个超跌反弹的上涨，而上方的黄带啊，那么这里相对作为一个压力位的反应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但前提是它选择突破才行。我们再看到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78.206，而高点的压力是389.625。那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能保持绿灯，保持向上，不出现红灯，那么自然而然更容易选择向上的一个方向去突破。那下一只股票呢，我们就看到谷歌了。谷歌啊，最近呢也算是一直在盘，一直在横。那回踩了飘带，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之后，虽然有所上涨，但整体的力度不是很强啊，说明这资金的关注度呢是不高的。前面这里有一个防守阴线啊，防守阴之后的高点呢作为一个压力，这里要突破啊，突破之后呢才更容易走出这种上涨。在防守阴之后呢，这是一个压力，那么这里呢要突破啊，突破之后呢才更容易构成我们的震荡后的上行，不然的话呢，这里容易再次的回落飘带。不过它也跟之前的苹果一样啊，走了一个类似的收敛。那么飘带在向上，而上方又有压力没有过去，它总要选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向一般会有一个明确的阳线或阴线去选择。目前呢是绿灯保持，那么你就看一下会不会出现红灯吧。如果这里转红灯，那么一般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跌。否则继续保持绿灯的话，那么它总会向上去突破啊左边的这个防守阴高点的。我们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195.694，而高点的压力是198.606，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在回踩了170天线之后呢，果然啊出现了这种不错的一个反弹。因为我们说过170天线它作为一个支撑，如果向上运行时，股价真的给到短期来到的机会啊，一般属于这个波段的低位的概率是很大的。虽然它不是说100%还能造一新高啊，但至少把握个反弹，问题大体是不大的。这一波下跌，我们上期是说过，这里是个蓝 K 啊，跟前面这个蓝 K 相互对应了。目前呢是一个向上的突破，而后去反包了啊，蓝 K 消失了，所以可以作为看涨点。当这一天你再去加大仓位买呢，那么肯定比之前这个左侧买肯定是相对风险要大一点点，但是它的力度方向会比较明确。而上方的黄带的压力呢，大概是225.3附近啊，所以这里呢作为一个压力，因为目前刚形成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压力应该不是很强。保持上行的话，看一下能突破，那当然是更好的，否则这里有压力的话，就容易再次的在这里震荡回落了。绿灯，我们看一下绿灯是否能够保持，预测低点218.025，高点呢是226.93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呢也是在，但它离这个170天线就还有点远啊，你就用不了刚才所讲的那个策略啊，170天线还有空间，如果真要跌啊，还是有得跌的。目前它跌破了飘带，跌破飘带之后呢，有可能会有绝处逢生的可能。跌破的第一天，跌破的第二天，我们要关注今天的收盘价，则是作为变盘点。
如果这里它真的要止跌，或它真的会绝处逢生的话，真的要超跌反弹一下的话，那么第二根 K 线呢，它要么是一个仿包，要么是一个10日线，或者是相对的小 K 线，它应该不会再加速下跌。出现这种 K 线，我们一般等一个反转或者等一个反包啊。如果直接反包呢，直接看涨；如果没有反包啊，最好等2号 K 线高点突破啊，作为绝处逢生买点。那么当前呢还不知道会不会继续下跌，我们看一下红绿灯，低点支撑44.16啊，高点的压力是47.46啊，最好这里直接由红转绿是更好的，至少从短线上先转一个多头来。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就慢慢的有点向下了，它的震荡行情保持比较久，而且破了前面的左边的低点走了一个更低的低点和相对更低的高点相对有一个下降的趋势了。目前的一个飘带它在走平，或者说它在走收缩，那么如果收缩到一定程度呢，就会转为环射。所以目前盘后呢出现了一个上行，那究竟这个上涨能不能改变，能不能让飘带往上再次发上呢？我们就不太清楚了。但这里你会知道，它这里是一个防守阴线防守阴的高点为压力，结合飘带这里呢，刚好也能够形成一个共振的压力，所以这里往上走，那我们只能说短线你可以去看涨，但是这里要过去站回来才更好去看波段否则这里还是有风险的，要小心的。因为跌破的第一根是它是跌破的第一根，这是跌破的第二根就跟 SMCI 一样看这根 K 线，它在这里有所止跌很正常，绝处逢生嘛。好，那么它不能够后续反弹之后把它跌破，跌破的话呢，这个空间可就大了。我们再看到红绿灯的点位，低点的支撑228.405，高点的压力是231.785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Unity， 那么这只股票呢，我们上期是没有讲到的，那么但也说了，它出现了一个启动上涨，不过这个启动上涨呢，也就盘中给到一个高点如果不卖的话就麻烦了就可能会被套住了。目前是回到了飘带的下沿，飘带整体呢还有一定的宽度，所以这里有所支撑，而它是走了一个相对的仿包的这种阴线相对偏空了。而这种 K 线后，它其实能够按副线去进行处理就是下一根 K 线为 X， 这根 K 线突破之后呢，可以作为买点。当然这里最好是等待这个买点出现否则的话就不要随便再去轻易的去入场了，至少不要因为一根阳线去入场，因为这根阴线的杀伤力还是蛮大的。等一下这上方的一个买点，最好是跟之前这里一样能够突破这个飘带然后产生买点。目前的飘带的上沿它是33.444这一点呢可以要关注一下，等待突破。红绿灯呢，看一下低点支撑26.26，高点压力是35.41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有绿灯产生，绿灯延续将会更好。那么这里呢，产生运线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了。以上呢是8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